自2002年起，中国美术馆都会每隔2年举办一次中国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这是2019年秋天在北京举办的第8届中国国际美术双年展。换句话来说，这是疫情之前的最后一届。通过这个展览，我们看到世界各国的美术、现代美术的一些新的发展趋势和动向，也体现出人们对于美的热爱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的反应。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画家所绘制的叫做多彩世界之生生不息的版画，用大量的人的面孔充斥整个页面。现在看到的是奥地利画家所绘制的孩子们的脚和梯子。这幅月球的画面是一名来自马来西亚的艺术家所绘制的叫做月痕2的作品。他用木板和油画材料所绘制出来具有立体感的画面冲击感。这幅画叫探戈，来自南美洲圭亚那的一幅艺术家的作品，很有热带的风格，丰富。这是一幅日本画家的作品，叫做黎明。日本艺术家把日本的工业设计和生活设计已经发展到世界的领先地位，也包括日本基于艺术的工业化水平也是世界领先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瑞士画家的一幅作品，叫做无限地质转换场。他用不同的颜色慢慢过渡，形成圆弧状的状态。这幅具有曲线的状态的一幅画作呢，是叫做天眼，是中国画家所绘制的布面油画，用大量的这种 logo 组合成眼睛的状态。我们可以认出这里有中国电信，有 ABB， 有耐克，有腾讯等等品牌。这幅作品具有朴素的美感的，是来自斐济的作品。生命之树，法国作品，很有法国作品的特色，绚烂多彩，洋溢着生活热情。现在这个作品叫做手心里的生活，来自丹麦，很有丹麦的风格，充满了童趣和幻想。现在看到的是典型的中国油画作品，一个孩子站在故宫的高墙下。这个作品叫做上午9点，主要是绘制阳光，这是木刻的版画。这是一个叫做青花的作品，绘画风格很另类，有钢笔墨水的感觉。这叫做网，也是中国的版画作品，是钢版画。江南梦华，布面油画。这是一幅大幅的漆画作品，叫做2009年6月15日星期一。它记录了一个瞬间。手套也是宣纸的木刻版画作品。现在我们看到的叫做向光注释，这是一幅平板画作品，1.45米的高度，1.2米的宽度，很细致，而且很有视觉的冲击感。现在看到的一幅画叫做自省，很有意境。这幅画是木刻版画，叫做位置，中国艺术家创作。木语，木头的木，语言的语，木刻版画。这是一个群体组合的素描画，叫做寒武纪，很有意境，很有特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展厅的中间所摆放的一些雕塑，这是亚美尼亚艺术家创作的，叫做移民。显然它是模仿达利的风格创作的艺术作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巴基斯坦艺术家创作的，叫做关系的作品，蓝色切口。这是澳大利亚艺术家创作的综合材料的艺术品。
我从不同角度去展现这个蓝色切口的状态。这是大厅里的实景。马来西亚作品共存，我觉得没有太多意义。这幅作品叫做《出彩的舞台》，还是回到了刚才的那个天眼的状态。这是法国那幅作品，中间的多彩雕塑。寒武纪。这是大厅的另外一个角度。这幅作品叫做《暮色他乡》，中国艺术家的丝网版画。它明显是以一幅古画作为背景，前面是一个月台的场景，现代月台的场景。这幅叫做舞台系列，画面很有警示意义，背景是西斯罗教堂，由米开朗基罗绘制的《最后审判》作为背景，前景是一堆的现代人在争夺、抢夺了什么，世事纷纷，从无停歇。这是中国艺术家的版画，叫做《从前有座山》。然后这幅画里面有很多大量的隐喻的成分，我特别照了几张细节的状态。穿过这个大厅，来到另外一个展厅。这幅画叫做《无题》，一幅由白俄罗斯艺术家创作的组合画，一共6幅画所形成的组合画。同样是白俄罗斯画家的光芒。在3年之前，白俄罗斯还不是世界因为这次战争而成为的焦点，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个国家的艺术的特色。白俄罗斯的另外一个雕塑作品，小鸟，由铜花岗岩所组成。操场，白俄罗斯的作品。这个作品非常独特。汽车站也是同样来自于白俄罗斯。匆忙之间，人、车、地面的雨水的倒影一闪而过。布面油画。绿色同样来自于白俄罗斯，这是白俄罗斯的展厅。同样，在厅的中央有大量的雕塑展览。这组作品叫做《益州杨四海》，来自于中国。好，这幅作品叫做《逃离》。现在重新回顾白俄罗斯的展厅。操场。显然，这个益州杨四海是中国艺术家的木雕作品。显然，我们从白俄罗斯从中国来到了南美洲，这是哥伦比亚艺术家的作品，充满玄幻色彩，叫做《一盘不起眼的米饭》，很神奇的名字。同样，这明显的风格类同。这是一个叫做头颅17号的西班牙艺术家作品。开始
这是墨西哥艺术家的作品。我们来到了西班牙到南美洲的一个展厅，绘画展厅。这是全景，这是局部。这个明显有墨西哥那个女画家的风格的作品。色彩绚烂，然后构图和结构几何化，然后炽热的橘黄色大量使用，这是南美艺术品的特色。我一直觉得艺术家所反映的艺术品是艺术家个人内心的呈现，而艺术家个人内心的呈现是他所生活的环境和国度的整体状态的呈现，也是说他所寄予的这个美好世界的一种真实反应。所以通过疫情前的这些各个国家的艺术品的展现，美术作品的展现，实际我们看到的是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中人们内心的世界的一种真实展现。